王世坚说他不想选台北市长，因为不想输给蒋家后代。蒋万说他现在专注市政，不会去想选举。哦，那王世坚讲完95%会连任，就大概就会连任成功了。所以我干嘛去跟他选呢？对不对？我有一个私人情感因素，就是我不想输给蒋家后代。哦，这样对我的外公还有爸爸没有办法交代，还选了半天输了。哦，是好对不起先人故人啊。那说这个民进党有2个王牌，可以把蒋万拉下来。哦，一个就是郑丽君行政院副院长。哦，另外呢就是卓荣泰，你们下来。哦，这2个下来，我敢选不赢。哦，那反正王世坚不想选，找个理由。哦，那另外吴怡农现在自己报名嘛。哦，那所以呢，绿营说，哎呀，吴怡农可能不容易啊，干脆应该更大咖的哦，像郑丽君啊等等啊，这些呢，所以以前台北市长候选人都是总统级的人选呐。哦，所以呢，说郑丽君没参选过，有新鲜感，干脆来叫郑丽君来。那郑丽君要不要来不知道哦。那民进党如果征召他，会不会出来？现在不知道啊。蒋万就笑说，选举还很久嘛。哦，先偏市政再说了啊。那到时候会不会变成大家都不出来，只有吴怡农要出来？蒋万跟吴怡农在同场，但是不同台。许国勇说呢，我们还在征询绿营的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当中，我们看一下。2026台北市长选举之前，很多声音期待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出来，认为他有跨年龄、跨地域、跨性别、跨党派的喜好度，能够拉拢中间选民。不过，媒体人黄伟汉日前也访问了王世坚，王世坚也首度曝光自己的内心世界想法。那我相信他95%以上，他铁定连任成功。我个人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家庭，我父亲跟我外祖父，我们是228的受难者，所以对我而言哦，就是说我如果输了蒋万安，那好像说，因为我们家庭是被他们家的哦，当然跟他无关，可是跟他家的父祖辈，我们是受过他们的政治迫害。那我们在那个时候都被政治迫害了之后，他们的子孙竟然在民意的选举上面，你还输于他后，这个的话，我认为是双重的压力。那我会对我们全体有那么多我们国人同胞，有那么多白色恐怖228的受害家属，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我这样子会很难堪。我想要输给伊的对啦，对，因为我输给他的意义变成。有多了这一层意义。黄伟汉也发文指出，听王世坚这么说，他也没什么好继续问下去的了。至于明年台北市长这一局，民进党最后怎么派，就交给选对会来安排。佩君。我想这个王世坚的状况，从这个过去2届来说，他在蓝营的仇恨值已经慢慢的递减，因为他从这个非常极端的人，然后到很多他不是一个党意立委这件事情，得到很多蓝营支持者的这个信任。那他从政以来，除了在2008对发下这豪语，然后导致选后一跳成名，不管是跳海啦，或者是跳崖去高空弹跳取代之外，大部分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偏中间的立场。不是一个党意立委去选择自己的战场跟角色定位，所以你就算看到他在摄影机前面啦，或者是这个议场质询啦，或者是很多这个政论节目上面的发言，他有很多的慷慨激昂，或者是他送给历任市长精心准备的这些道具跟礼物。可是私底下，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党派或者是媒体的从业人员，对王世坚的印象都是理性、从从容容。套句他最近很流行的话。那我们最近在看到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这个。王世坚质询蒋市长的这个影片的片段，平心而言呢，我觉得素质来说，可能比起现在在台北市议会的很多民进党议员来说，来的理性，而且来的针对事情的本身去做质询，然后所以品质的。被得到的这个评论也来的比较高。那比起很多现在待在台北市议会的很多民进党的议员，3句2句不离这个蒋万安的阿公啦，或者是这个谁啊独裁这些大帽子，搞不清楚主管权责，然后就要帮民进党执政的中央去替
当打手或者扣上一些蒋万安的大帽，我觉得王世坚的表现都比他们来的好很多。那王世坚现在表态不投入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我相信固然有一部分出于他个人的理性判断，但是还有一部分他可能也考虑到民进党中央，包括卓荣泰也好，或者赖清德也好，执政的失能，还有很多的评论。那这些评论可能都让一个立法委员的身份提出来，权责上面他无伤大雅，可是，一旦他成为台北市是一个首都市长的候选人，他就必须要去替这些这个失能的状况去辩护，然后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去想出一个解方。那我想他自己回家评估了一下，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提出，去帮他们讲话，这些概括承受他大概受不了吧。而且以他的风格来说，他不是一个党意立委嘛，所以去当这个府院党的打手，大概也不是王世坚个人的风格。所以我觉得他基于以上这些判断，他可能觉得首都市长这一战去挑战蒋万安，不是他未来的生涯规划。坦白说，我看到这个现在台面上，民进党可能推出的几个人选，包含刚刚讲的郑丽君、卓荣泰、吴怡农，然后以及王世坚，我倒是认为，我作为一个这个台北市市民，如果王世坚出来选，我还会考虑是不是要投给他，因为现在看起来他的声量。还有的，他不是一个党意立委嘛，他还是比较能够就事论事的哦。那么他的形象各方面，至少在最近的这些很短的时间里面，是表现的是蛮好的。这个大家对他这个所谓的没出席的那番说法啊，其实也很给予支持的。所以我是还蛮推荐，希望民进党能够提名王世坚，选举会比较有趣。选举会很有趣哦。当然，我还是认为蒋万安市长肯定会连任啦，哈，肯定会连任，因为他这次表现也不错。但是如果就台面上，我们希望台北市的选举好看的话，应该要支持王世坚出来选，不然的话，要不然就让卓荣泰出来选。为什么？因为卓荣泰真的是一个不适格的行政院长，他应该要下来。那么如果说民进党想要给他再安排一个位置的话，那不如鼓励他出来选台北市市长。如果是卓荣泰的哦。他当过台北市议员，也当过立委，也蛮适合的，有选举过啊。讲咖的也大不大咖，一够大咖。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在关税的表现不好啊。原来大家是期待哦，大家原来民进党期待说他是不是代表民进党来选台北市长？那是在他接手这关税之前的事情。接手关税之后，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最早谈判的几个国家里面。我们就其中一个4个国家，4个，这么前面到现在为止，踢踢踏踏都还没定调。好了，原来一个说法说一定在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在 APEC 结束了，也没有定调。我今天问了经济部长，我说什么时候定位啊？什么时候定调？什么时候？你跟我们在港口汽车都满个港口几万人放在那里了。对啊，你跟我们在经济部长，我说那月底可不可以期待？是啊。这个年底可不可以期待？不敢讲，我就觉得说，安利起被投到党系啊，各位，这是郑丽君当台湾的总代表的结果是这样子。他是不是适合来选的？他一来选的话，光这个话他就撑不住嘛哈。那我觉得王世坚选当然很有趣的，可是王世坚讲了一句大白话，说95%蒋万安连任，那你叫我学你不吃你的豆腐吗？对不对？你都说蒋万安一定。95%一定当选，一定连任，其他都当炮灰啊！你点名郑丽君也好，他还有5%的机会。对，郑丽君也好，周荣泰也好，当然王世坚如果跳出来选，这个这可看性就高很多了。选举比较有趣，其他人就比较没有趣了。来，嘉宇当过台北市议员，世坚大哥是谦虚啦，他说蒋万安95%会连任，但是剩下5%就是王世坚才有办法打败蒋万安。那昨天媒体说，那如果王世坚不出来，高嘉瑜要在他家门口跪3天3夜，是唱3天3夜比较有道理，跪可能没有用，要唱3天3夜。那我觉得，当然世坚大哥他最近所造成的风潮，你看连蓝营立委都这么称赞，而且都已经屈服了，更何况是这个台北市民。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就是要打破常规。那你说过去吴怡农啊，这个郑丽君、卓荣泰、徐国勇都非常的优秀，但是跟蒋万安比起来，就是比外表、比学历，这个很容易被大家拿来比较。可是王世坚就是你没有办法跟蒋万安在这些做比较，他就是有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开始比。王世坚最近也得了一个荣誉博士啊。对，就是学历那些就是很容易这个客观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王世坚他能够比的就是问政的能力哦，或者是这个质询啊、金句连发，或者是能够得到年轻人的认同跟喜好，这些都是蒋万安他可能比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情况之下，王世坚是最能够异军突起。这次台北市长就是要出奇制胜，只有王世坚能够赢而已。所以嘉宇是强力支持王世坚。赶快去，我要去唱3天3夜。你在这边先唱。谁唱？应该是唱唱。3天3夜的3更半夜，跳舞只靠音乐。好，加油！赶快去那个世坚家里面，你唱个3天3夜，他或许会有机会。我讲个内幕了啊。老实讲没有错，王世坚出来选会比较好玩，比较好看，哈。可而且没有胜算也不一定了，会有一点点机会。不过我跟你讲，我认为王世坚不会选。我讲一个内幕，前几天啊，不是这个立法院3读通过要开始要普发1万年嘛？那一天民进党啊一堆人就拿着那个牌子到前面去拍照。对，那一天民进党只有1个人没有上去。王世坚那时候在台下这边看资料，我走过去跟他讲，我说：“人家都在拍照，你赶快上去。”他说：“不行，我上去会连滚带爬。”你看他一直知道他自己做什么事情。这段时间你的王世坚不是顺着党意在走，你看到那个质询，他是往中间跟人民是靠近的。当然知道民进党现在的执政民怨很深啊，所以他才会讲出来说：“蒋万安都是95%，那他哪可能拿自己头去撞墙壁啊？对不对？”他是很从容的理性分析完之后，他认为蒋万安的胜算是大的。更重要的，民进党现在有志之士，很多人都是默默在做事啦。你像那个谁，台中的那个齐昌，他每次也是讲说，每次都这样硬碰硬，然后你看他就是赶快默默的去做事情。一个王世坚，一个蔡其昌，这种是比较属于民进党比较理性的人，他们这趟浑水不会下来选市长的啦。接下来再回来。刚刚台北市桃园市长王义川说优先讨论市政才决定人选民进党必须在北基桃首都圈设下首都防线才不会让这个选举外溢到彰化以南，就是北基如果民进党输的话，可能外溢到彰化以南那所以呢，王义川在桃园开讲，被认为说是为了2026选桃园市长暖身。林涛就讽刺他，因为林涛是桃园市议员，说起手是慢了，加油！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在地方上看到？什么活动啦、重阳节啦、母亲节、父亲节，从来没看过伊啊！你最后要讲啥指定？在桃园办愿景讲座一出场就遇到支持者要签名，民进党立委王义川重批现任上张善政。把它困在桃园国际机场的周边，才是桃园市政府该做的事。怎么桃园市政府努力，南高头我们竟然上100班，那我们是什么？傻子哦！频频关心桃园市政这场挑战，2026桃园市长大位的意味越来越浓，但就被在地市议员詹江村大酸，这项张善政真的危险了。蓝营要注意造势大会人数可能被中华电信掌控，更要小心王义川 key 档之后的神兵神将。话说的超酸，王义川今天的直播不过是最后关头要抗衡，不得不出的一张牌。但王义川过去被称为政治鸡童，直播里面又没有提及城市愿景，我们只想跟王义川说，已经慢了，加油好吗？不过另一边在新北，现任代表民进党参战新北市长的苏巧慧跟侯友宜同场参加白沙屯妈祖绕境，但这一幕让不少民进党支持者纷纷下注解，就是因为侯友宜会遭碰给苏巧慧。市政的部分应该也就是一棒接一棒，侯市长还有我们被安排的站的位置刚刚好，就是前后，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画面。当下应该都没有多想，还是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竭力以赴，团结在一起。面对2026侯友宜一句蓝白会团结在一起，要先替蓝营内部打强心针。
来，这个桃园人，来陈凤馨小姐。我不是桃园人，我是凤山人，我是桃园媳妇。现在算是桃园人，桃园媳妇这样，老公是桃园人啊。好，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其实应该要把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跟基隆市放在一起看，我觉得要放在一起看，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地区。那明年的选举啊，其实县市长选举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领头羊，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他是有足够的这种全台湾的魅力，然后去号召。没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要选连任的，或者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呢还在执政的，你可以想，如果说是李四川真的去新北市选，那么蒋万安选举连任，然后张善政也选举连任，谢国良也选举连任，他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些人好像都让人放心。尤其是蒋万安跟李四川的这个合作，我想是毫无疑问的。那张善政呢，因为他过去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这个院长，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啊，他曾经担任过宏基的总经理，以及他曾经是 Google 的亚洲区总监这件事情，就我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他没有特别宣传这些经历，好像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没有，这个是对他非常非常加分的。好，可是这也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张善政现在在桃园的人气是很高的。这一点呢，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张善政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他不是一个很长袖善舞的人，他不太会跟别人应酬，可是他有一点，他非常诚恳。所以呢，你大概在身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官僚气息，一点点都找不到。如果你要找一个那种隔壁的那一种，那么那个阿伯，可是很有学问的阿伯，他大概就是那种隔壁很有学问的阿伯那种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民进党不管是在台北是要找一个挑战者，这个桃园找一个挑战者。那么新北虽然已经确定了苏巧慧，可是呢，苏巧慧如果是挑战的是李四川，大家也觉得胜算不大。基隆到目前为止你也看不到挑战者，那么童子伟也是说他现在考虑不选，好，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就是民进党自己要找一个挑战者，其实困难度是高的。好，王世坚不愿意选，王一川布局很久喽。他大概快1年的时间都是在桃园活动，目的其实就是要选桃园市长。你说积不积极？我认为很积极。但问题是你不管是学历比学历、经历比经历，然后表现比表现，你会发现跟张善政都没得比。好，所以呢，我也并不是看好。它凸显了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民进党在民进党的艰困区，台北市、桃园市算是民进党的艰困区，其实吹波浪。可是呢，国民党在国民党的艰困区，人都已经布局好了。你不管是高雄市的柯志恩，或者是台南市的谢龙介，乃至于这个就是屏东县，其实艰困区它反而都已经布局好了。我觉得它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这边艰困区，国民党的艰困区，那么国民党的这些战将是已经布局已久，可是民进党的艰困区，我觉得他们现在都还面对着，虽然有人在努力，可是都不是民进党自己心目中的战将。好，新北啊，王世坚看好公主复仇记，说苏巧慧本身就很强的人选啊，还有公主复仇记这一层的意义啊。那孙中山在台北县其实也蛮强的实力的哈，有蛮强的基础。那么陈其迈也说这叫水獭妈妈哦，说因为苏巧慧呢，她去这个制作了水獭妈妈的台语说故事的 podcast， 所以呢，这教孩子愿意这个亲近本土语言哈。来，这个施宝兄怎么看？这个你讲到这个是大台北的地区啦，叫北基桃，就是北部地区。看起来民进党要突破都有一定困难。我讲一下桃园好了哈，桃园现在看起来就王一川很有这个意愿，又很积极。可是另外传出一个人选呢，何志伟更积极啊，更积极，而且他的活动资源你都差不多看得到啊，他很积极啊。可是我在想啊，他们知道要打败张善政很不容易，所以做什么事呢？王一川现在想的是什么？以战养战呢、啊？你的至高名言呢、啊？以战养战，就是什么？我打这一仗输了，我选立委，
就一定这个样子。所以如果看哦，如果他在王义春如果也代表民进党选桃园市长，最后选输了，他下一个2026之后，马上就2028了，2028就选立委，就有机会了，就很有机会了。我觉得经过一次的操兵，他一定有机会，一定知道他的票在哪里，就把那个区拿过来他的选区，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以战养战，来养下一次他要选立委。那苏巧慧来讲的话，我觉得苏巧慧要赢是很困难，就看是谁了哈。如果李四川，他赢李四川，那胜算也是很低的哈。即便后面有一个苏贞昌，这个大的电火球在那里给他是被嘎，但是我觉得胜算还是非常低。那就是看苏巧慧如果选输了，下个动作去哪里？我都觉得，如果是民进党在执政的话，现在执政嘛哈，在2028都是要之前，他很可能就入阁了。选书入阁，金凯，不要小看王一川啊！王一川有很多青鸟跟黑熊支持的，而且老讲他口才不错，他在民进党里面那个支持度是强，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去，当时选立委不是说抢救义川大兵吗？对呀，全党是非常支持他。你看他每次那个造势场合，只要他上去，他有时候唱歌，有时候讲笑话，大家都笑，那个整个那个声势是非常强。我记得他在桃园开出，当然可能赢几率不是那么大，可他带动那个基本盘。达到他刚刚讲的，就是说不要让张善政啊或者蒋万安他们到中南部去浮选，它的功能应该是达得到的了哈。可是我要提醒哈，现在大家在看这次这个选举，民进党现在打的是什么？刚才讲说这个北北基桃，国民党连任很强，对不对？民进党现在是第一波提名，然后是提哪些？就是国民党2届县市长任满的，他先从宜兰、嘉义市、台东，他们现在可能要去攻彰化。这个才是国民党跟现在整个在野党碰到一个大的问题。虽然现在他执政那个整个气氛非常不好，人民是失望的。可是这些地方国民党那个表现很好的那县市长现在都下来了，你怎么去守住这些地方？然后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观察了一个很特别的，刚才讲这个苏巧慧苏巧慧是苏贞昌的女儿也不错哦，而且他现在看起来他跟这个他在整个英系开始在大结合了，高雄。这个赖清德支持这个赖瑞隆嘛，对不对？可是陈其迈支持的是谁？英系的支持的是邱意莹然后你看这样，陈其迈他刚才讲，陈其迈已经跨出高雄市，他已经到新北市开始在帮苏巧慧了这个是英系跟整个苏贞昌这个系统开始可能又有一些结合了。所以如果是高雄的陈其迈拉着邱意莹，这对整个高雄今天开始在登记嘛，这可能也是一个变数。然后他如果跟新北、跟苏巧慧、跟苏贞昌这个系统，英系跟苏系又重新结合。这个老实讲，这个战力也是非常强，甚至会不会威胁到变成民进党内部提名的一个变数？因为赖清德现在看起来是一党，他是在民进党里面他是独大，对不对？可是当英系跟这个赖系、这个孙昌这个系统开始在有些集结的话，会不会郑国会力量也进来？这是未来整个民进党内部会不会量变成质变，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另外，其实还是蓝白啦，合作不合作这也蛮重要的。因为今天中午黄国昌跟我吃便当嘛，对不起，我透露，他说你们内部有个内参。如果说是李四川跟苏巧慧选李四川赢，他说黄国昌如果跟苏巧慧选，就国民党不出人，黄国昌也赢。但如果3咖，黄国昌、这个李四川、苏巧慧赢，就分裂了嘛。所以这个东西，而且你将来不是只有新北市，他不只是市长了，你的议员怎么样？都要一起要考虑。续一下就完了。高雄市民进党有4个人想要争取高雄市长，因为对高雄来讲，他们认为啦，只要民进党初选赢了，那就离这个胜选就已经跨出一大步了。那邱义仁说他想投降，我准备好了 ，I'm ready 那个希望跟高雄一起进步，一起努力那另外呢，这个民调说邱义仁跟赖瑞隆是领先陈其迈说不要把许智杰当塑胶。民调参考教，徐志杰常常上我们节目，其实真的不错，台大机械系毕业，学历也很好，而且蛮务实的，蛮平实的一个人，也没有唱高调，也没有这样我觉得工程师嘛那另外呢，这个徐志杰说他民调是排第2，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做了些民调，都说自己不错，他说他第2会继续冲刺，而且陈其迈赞美他不是塑胶那另外呢，这个林代化但原来林代化是最前面的，但是因为司法等等搞半天，所以呢，这个林代化也登记参选，
强调说，只要初选公平，所以我是不靠人脉，我是靠政绩的啊。因为之前有这个王浅秋也访问过林岱樺，说你会不会违纪呢？那林岱樺说，只要初选公平我就一定愿者服输那另外呢，这个林俊宪台南台南市初选，所以呢喊话要当汤沟要统估了，把不同的派系不同一起把它像统治一样把它箍在一起那凤凰城凤凰花，台南很多凤凰木、凤凰花好吧，所以台南到底会怎样到底会怎样那另外林俊宪说，赖清德洞见观瞻，不可能介入初选因为民进党有些派系担心总统因素会影响县市长初选因为大家也知道赖清德喜欢谁在台南市，当然大家知道赖清德比较青睐林俊宪但林俊宪说总统不会来影响的那另外民进党内部也担心总统因素会不会变成初选的变数。陈亭妃说不会，赖清德是公共财也支持我的只要赖清德去，他们都靠拢在赖清德身边，每个都说赖清德是我的那说台南联合报的这个观察说，如果台南初选变成赖系跟反赖系的对决，护才本命区，因为这算台南算赖清德本命区嘛如果是真的赖系会支持林俊宪，那不是大家都是赖系到底会怎样？我们看一下。今天赶在早上9点多就来登记那一方面也是觉得今天的日子还不错。那第二个怕这个明后天台风来选区会有一些灾情的状况产生那我想也是一个宣示，要告诉所有的高雄市民朋友，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党内同志，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的目标是要一起登顶一起在2026年团结守住高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党内的选举就是点到为止，君子之争，不要伤了和气。因为毕竟我们最关键的还是在2026年的高雄选举必须要来获胜。总统已经讲了，他一定会让初选机制公平、公开、公正。所以我想，总统的这个意志很清楚，如何让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初选机制，来让所有党内的优秀人才来产生最好的、最符合民意的人选。好吧，刚刚我看这个标题，我以为他讲的凤凰花了，说不，他是怕凤凰台风了。因为台南是满街成大附近满街都是凤凰花，到夏天开得跟火一样好美他说怕凤凰台风会不会又给台湾带来的这个灾难了那到底怎样来，凤馨怎么看？当然。这我觉得台南跟高雄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了。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北基桃，那刚好完全是不同的故事。那台南也好，高雄也好，对于民进党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只要能够被提名，他们觉得他们就是稳当选的反而是你看到说，这是一个艰困地区，可是国民党是应该在2年前就已经决定了人选。那时候提名的，不管不分区是这个谢龙介也好，或者是柯志恩也好，就已经是确定了他们是要去选县市长的，而且后面的不分区立委其实都很多人已经排在那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些其实是相当优秀的包括国际金融专家。所以民进党现在的重心点，台南谢龙介自己说，他的选举主要的对手是赖清德，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所以你看到说赖清德再不喜欢陈亭妃，陈亭妃对赖清德绝对是跟着紧紧的，他绝对不会说让外界说赖清德不喜欢陈亭妃无所谓，他一定要觉得说我跟赖清德很好。那所以表示说赖清德在台南，我认为以地方上的民情而言的话，除非赖清德嘴巴说我绝对不要谁，可是这样子会让他的民进党内部他想要领导就会变得很困难。那所以我觉得谢龙介是要跟赖清德选。高雄的状况我觉得比较有意思。那么理论上来讲，高雄的这些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想要跟紧陈其迈，可是我觉得陈其迈在高雄的号召力没有像赖清德在台南的号召力这么样子的强。而且要注意的是其实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内部他是这个陈其迈，然后呢跟刘世芳2个人初选。其实他们2个人在初选的时候，我其实接触了一些高雄的地方的派系的人，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因为跟陈菊关系很好，所以是支持刘世芳的，也因为是支持刘世芳，当初选结束，陈其迈胜出了。这个时候，这一批支持刘世芳的这一批派系的人，就在等着陈其迈。那你还需要我们吗？就陈其迈迟迟的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在2018年的9月，他们就决定转向去支持韩国瑜。最后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在高雄内部哦。那么就是你必须要很贴近他们的地方的人士，才可能理解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在明年这样子的情况，因为他们竞争太激烈，然后这里面又牵涉到了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里面可能会有分裂的这些因素，所以我觉得明年高雄的选举变数还非常的多。对。当然，这个台南、高雄，我们这次确实内部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主席更要中立，才能够确保说初选之后大家能够真正的团结。所以林岱樺也在说，这个初选一定要公平。那我相信我们民进党长久以来的初选制度、民调的机制就是非常的公开透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能够在初选民调胜出，那当然就是会被提名的人。那当然，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想办法见缝插针，一直找理由去分化等等等，所以千万不要去中了国民党的奸计尤其是国民党的台南、高雄原本很有希望的，但是因为郑丽文党主席一连串的这些言论操作下来，我是觉得离这个当选是越来越远的啦。你看你在见缝插针，其实我觉得高嘉瑜才是郑丽文的粉丝因为他一天之内如果不提3次郑丽文，我想他应该会养得睡不着。嘉瑜在讲说那个赖清德一定中立，他在台南有中立吗？很中立。他会你看那个很多那个宣传，很多重要的场合，陈亭妃都没有被通知到。有啊，陈亭妃都有。然后现在看起来没有，他一定是力挺他的子弟兵嘛，林敬宪嘛，这个也不是，这是公开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个南部这两个直辖市非常重要。以前是民进党莫讲西归九他可以掉，这是我觉得国民党攻下的机会是有，而且它非常重要，它是关系到赖清德党主席的保卫战。这两个其中只要被攻下一个，民进党长久的历史就是如果输了，这个党主席就下。大家记不记得当初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因为地方这个县市长没有选好，他就下台啦。所以后来赖清德去接了党主席嘛，他后来还出来挑战他。那我为什么讲说这一次看起来是有机会？最重要一个就是刚刚嘉怡在讲的，因为他要自己的子弟兵不够中立嘛。可是你从民调很清楚啊，台南就陈亭妃真的是比林敬宪好啊，是不是这样子？民调高，民调看起来是这样嘛。可是现在看起来提名这个林敬宪几率看起来是大于这个陈亭妃，甚至有人在讲说，赖清德宁愿把这个台南输掉给这个谢龙介，都不会给他的对手陈亭妃，因为他以前是对立的一个势力嘛，所以台南真的变化是很大的。那你说高雄有没有机会？我跟大家跟他讲哈，我常去高雄，这高雄人底下，高雄因为不只是中央民进党这个最近执政9年多了，因为他在地方民进党执政太多。你在高雄，你有时候你连朋友都这样讲，你在马路上在大街小巷，你还不能随便讲说你支持国民党高雄是已经绿到那一个地方，所以我这样柯志恩当然质问我这个我们理科批当然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冲，而且声势看起来不错。不过老讲，我觉得高雄的这个难度是高的，它的变数是我刚讲的，就是当陈其迈跨出来到新北来支持苏巧慧的时候，现在苏贞昌也现身去支持了邱议员，有没有可能说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才是这个看起来是理科批最大的一个机会。对国民党来说，为积极转机，因为南二都的状况就是信赖价值比较高的人，通常不是民调数字比较高的人，所以这就是国民党的机会之所在。那林岱樺早年的时候其实是新潮流的派系，然后他甚至2006年的时候，这个扁案爆发的时候，他还表态挺倒扁。那后来争取这个高雄县长提名初选的时候，他都没有得到任何派系的支援。那后来在近年就跟这个郑国会比较接近。可是整体来说，你说他在立法院是一个孤鸟没有错，可是回到高雄，他最让人这个惊讶，我应该不是说惊讶，最让人幸福的事情就是他有雄厚的基层实力。所以林岱樺的这个在地来说，他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派系的澳员或者是这个认同才能去当选立委。可是现在他要角逐的是市长，这个就不太一样，这是
大规模的作战，他需要的是派系的辅选团队、媒体资源，或者是总统、市长这些高层的关爱眼神，他才能这个帮他加分。那林岱樺在这部分确实需要加强。可是高雄过去大家知道，就是新潮流的局系是最强的。陈其迈当市长之后拉了英系，或者说他自己的团队。那三立林坤海在这个在世的时候的海派永延会，那当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郑国会在民进党这个虽然是全国范围是一方之霸，可是比较多是集中在这个北部或者是中部。高雄来说相对是比较弱一点的。那林岱樺现在看起来是实力最强，成为明年6都市长人选之一。但是以派系的算盘来说，他力挺他要去找到派系寻求的支援，他是非常这个策略应该是比较理性的。可是林岱樺的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说他在过去的经营风格是孤鸟，而是说他对这个宗教的信仰已经到了影响他问政风格的程度。那这些固然让他在立委的选战里面有很铁盘的固定的支持者，然后你看他在这个大动员的时候出来一下就2-3万人，这个已经可以看到端倪。可是他过去选的毕竟是立委，未来如果他这个着眼的是市长这样子的规格的选战的时候，那他就必须要寻求比较靠光谱的中间，或者是比较政治的中间的这一块的支持者，这个对他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的，所以可能是他现在，我觉得孤鸟对他来讲不是太大影响。虽然他是一个一方之霸，可是能不能寻求比较偏中立的色彩，可能是他比较难的。但是南2都的选战最有趣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信赖价值比较高的人，不是民意基础比较高的人，可能这是国民党的机会之所在，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继续讲回来。说柯文哲关进看守所的是阿伯，出来变成阿公，长了1倍。哦，柯文哲他理发拍了短片，哦，说他曾经问那个理发师：“你会理发吗？”他说：“我就是这个理发美容师啊。”后来才发觉他的理发师是宠物美容院，帮宠物剪发的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他暴露这个大病后的近况。说呢，见到黄国昌，说是判若两人啊，跟以前长得不一样。黄国昌变黑变瘦，脸型不同，黄国昌瘦很多啊，瘦很多。那因为今天中午我们小编就很好奇啊，说吃了便当后看看黄国昌吃了什么，说饭一口都没动，一口饭都没吃，只吃肉菜啊。所以呢，他说他平常根本连饭都不，这个连午餐都不吃的，他这样讲啊。那另外呢，这个有7个民众党立委明年1月通通要换掉啊，所以呢，黄国昌明年1月30号也要离开立法院，哦，那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党团有什么变化没有啊？黄国昌说要修法设限，因为说不良企业还爽领补助，经济部是不是有放水啊？那黄国昌说，违法期间收的补助的钱，通通要回来，违法期间不能拿补助。说呢，因为有产业创新条例呢，补助放水4000家企业。那经济部长龚明鑫保证说，绝对没有违法哦，都没有，真的一张都没有，一家都没有吗？哦，好吧。另外就是凤凰台风暴风圈侵袭14县市超过80%，今天越晚这个雨会越大啊，早上还好了，越晚雨越大啊。不过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还蛮大的啊。蒋万安说会不会停止上班上课？哦，会尽早评估，尽早发布哦，因为不要到最后才发布了啊，很多人这么等半天啊。那赖清德说，凤凰台风来势汹汹，该撤离就要撤离，特别是花莲要注意啊。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恐怕决堤了，光复乡会强制驱散5500人。我们先看一下柯文哲。有一天睡觉被叫起来说，轮到你理我啊。那我就问他说，你会理吗？他说会啊会啊，我以前在美容院工作的。那我就给他理完以后，他说他在宠物美容院工作。交保后，柯文哲官方 YT 首发37分钟的长片，就是去剪头发，特地选在中正万华的南市理发厅剪头发，同框请产假的发言人吴怡萱，柯文哲拍片来冲选情，话题当然也少不了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其实黄国昌判若两人，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
失言变瘦啊，瘦下来了。对啊，变黑变瘦，然后说黄国昌整个人都变了，为了备战明年一日北高，天天骑车训练，连周末都要边骑车边跟老婆放闪，现在还要揪柯 P 一起骑一日北高。我在想说，我真的要，我要倾倒命在干这件事情。黄国昌要骑，我要陪他骑，我就想说，黄国昌30几岁，我要跟他。但其实，在柯文哲的内心非常担忧黄国昌，因为狗仔们争议，就怕一卸任立委马上遭政治清算。但2年条款已经定调执行，下一梯次的立委也早就在进行交接工作。8位立委跟后面的8位立委其实都是采用一个跟一个对接的状况，我都会参与他们的工作会议那了解立法院的动态。对民众党而言，先按部就班完成立委交接。至于黄国昌是否一卸任就要面对司法问题，也只能见招拆招。来，这个委员对，今天中午跟国昌吃便当，你要发现，对他变瘦跟变黑很多，因为他每天都运动，他常在运动，然后去馆长那里了。他也刻意就是在饮食上面本来就非常的克制。这跟馆长学健身，重训。对。那现在当然就是现在有些人担心的是说国昌，因为那个是徐国勇讲的，民进党的秘书长讲说，这个黄国昌只要明年这个一卸任，然后呢就是检调就会调他嘛。他说不来的话，他讲说要拘提他，这个是徐国勇讲的话。那像这段时间党内当然有些人在担心是说。因为现在你看看那个民进党那个党检媒体，民进党这个党，他透过媒体去先把你的人设破坏掉。柯文哲当初碰到就是这样嘛，媒体先来，到后来大收手大收押，把你人设毁掉。那这段时间你看到国昌现在碰到状况是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党团商长，那每个礼拜2跟5我们都要开记者会嘛，现在变成说我们把事情讲完之后没有多久，媒体大概有1大半都要来问这个镜周刊问的这个事情。他等于是包围你，就是说媒体不只是刊载，然后他一直在谈你这个事情，从一开始讲那个什么狗仔那个事情，什么网金头，然后他一直往你身上泼污水啊，把你人设都毁掉嘛。所以老讲对国昌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当然我们问过他了，他说没有关系，放马过来。他对自己司法是有信心的。至于刚刚你提到那个，今天他有开了个记者会，他讲的是什么？产业创新条例。像产业创新条例的70条，它是有明定啊，就是说我们就补助这些创新的企业，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在违反环保或者劳工或者这个食安方面，你如果是情节比较重大，那个钱我补助你的，他是要追回来的。就审计部讲的哦，不是我们讲的哦，审计部去做监察院审计部是监察院的审计部做调查，有4000家都有碰到这个70条的问题吧。所以今天我们开了记者会说，应该去把它追回来。可是监察院那个。经济部长就认为说这个情节没那么重大，他不做啊，所以后来国昌就讲，那我们就来修法。碰到这种状况，你行政授权没办法了，就透过修法，把这些情节比较重大的，把那个钱追回来，把我们人民那个纳税钱把它追回来。教育。因为黄国昌他有自己的司法问题要去面对，那民众党也有自己未来如何去巩固他的支持者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毕竟柯文哲接下来他就面对这个官司宣判的问题。那黄国昌他卸任立委之后，新北市长看起来目前机会也是非常的小。那如果民众党现在没有了政治明星，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进一步的让这些支持者继续去支持？那民众党剩下又是什么？那我觉得柯文哲看起来是心意已定哦，因为毕竟柯文哲在这个2年条款的过程中，其实很多民众党的立委都希望能够坚持，就是希望能够这个争取能够维持这个就是2年条款能够让黄国昌至少能够续任。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柯文哲的态度是非常的明确，希望这些民众党立委都能够下去站，不管是新北市长或是县市长，能够母鸡带小鸡。所以对于这些不分区立委来讲，他这2年来的表现，或是2026大选的表现，其实都影响着民众党这些未来生存的一个关键。没有了柯文哲，没有了黄国昌的民众党，到底还剩下什么？所以2年条款，柯文哲是要等柯文哲讲话，都没讲嘛哈。上次是党代表大会就说不去动他嘛，那等柯文哲出来决定，要等柯文哲自己宣布了。他还没有宣布，对，他自己宣布了，也不知道他的意向怎么样。我没有特别去问啊，要等他自己讲。我觉得当然这是这个民众党的家务事啊，那目前我也不敢判断说柯文哲怎么想，他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除非柯文哲说要改变，否则就是不改变。好，简单来讲，因为当时他定的啦。对，所以呢，明年2月1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后面的8位的这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其实他们都已经是1对1的这样子，好像在练习啊，在实习，所以我想
这件事情变动的幅度如果很大的话，不见得对民众党是好事了。好，当然，但是因为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我就不去谈它。不过因为我们前面谈了很多的县市长选举，刚好呢，明后天呢，其实就是凤凰台风，它从我们的南边巴士海峡这样子通过之后呢，到了刚好台湾海峡最南端的地方，它就北转，然后往东北转。现在看起来在云林以南中心位置点登陆的几率其实是大的哈。那可是我们表面上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是那这样子就是中南部地区受影响喽。No， 秋天你只要到了9月底10月，只要开始有东北季风，共伴，那么就会有东北季风跟我们这个在南边的台风所产生的共伴效应。东北部地区就包括基隆啦，包括了宜兰啦、花莲啦，还有新北啦，都会下极大的雨。所以我这边要提的一个重点是，我认为每一个想要选县市长的人，请你去上气象课。因为这是我讲内心真心的话，因为县市长要决定这个放假不放假，然后要决定说救灾的时候你的重点的部位要放在哪里。其实你越拥有这些科学的资料，其实你做的决策就会越精准。这才是老百姓之福。所以从台风去看县市长选举，我要拜托所有有志县市长大位的人，请你们好好多一些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不过专家是说不要只看登陆地点，因为它的环流影响蛮大的。是，所以东北部地区影响很大。我在台的时候，我上过气象学。但是我都没去实习，所以我只拿60分这样。所以我建议，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个气象专家做朋友，我至少有2个气象专家的朋友。彭文耀前几天很低调的完成了他的一日北高，从这个巴黎骑到左营，某种程度上他是又完成另外一个这个柯文哲任务。更进一步的，我觉得他对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表示说，我完成了这个柯文哲的一波，然后要让柯粉跟昌粉做一个融合的动作。那一方面他对柯文哲致敬，可另外一方面很务实，就是他明年1月31号他要卸任立委。那作为没有这个民选公职代表的党主席，他要怎么跟卸任以后的柯文哲一样，继续在党内作为一个领导者，发挥影响力，也是他思考的点。可是民众党是柯文哲一手创立的党，所以柯文哲立于的角色跟黄国昌必然是不同的。那党内不管是支持者或者是公职干部，基本上很大一部分是看着柯文哲的招牌而来。所以明年2月之后，这个黄国昌也会发生如何在公职跟党权不可能平衡的状态之前，他要奠定自己在支持者之中不可动摇的代表性。我觉得是黄国昌很在意的事情。好，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啊，尤其是现在淹塞湖，不是说只有花莲光复乡，好像新竹县那边都有些淹塞湖，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内政部还有中央应变中心啊，紧急应变中心赶快要先动起来，不要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然后才来动作通知大家。我认为，与其关心黄国昌未来在1月31号之后